这一个网的渔获就要比上一个网要大条很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的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二个网啊。第一个网的收获比较差，就看第二个网的收获怎么样吧。而且相对来说，第一个网比较短一些，第二个网就要长很多了。第二个网就有个1500米了，第一个网才1000米出头，相差了要400多米呢。好了，现在网拉上来了，先来了一条加鲫鱼哦，今天加鲫鱼还挺多，上一个网也是加鲫鱼比较多，不大不小吧这一条。这边又来了一条啊，2条加鲫鱼了，看来是位置的问题啊，没有在小岛的旁边就加鲫鱼会比较多一些，而在小岛的旁边的话就小剥皮鱼比较多，所以上一个网也是没有捕到多少条小剥皮鱼上来啊。这边大泥猛鱼倒是来了一条，这条够大条啊，估计要达到半斤以上的呢。上一个网捕到的泥猛鱼也不少啊，像这种规格的野生大泥猛鱼一斤可以卖到20几到30块钱。香头也来一条啊，今天捕到的香头比较少，上一次的外海捕鱼香头就比较多啊，不过这一边的香头倒是大条了一些。这边又来2条香头，也是这一种规格的，差不多都是这种4、5两到半斤左右的香头啊，只是数量就没有上次那么多，上次是遇到了香头鱼群了。这一个网的第一条小剥皮鱼也是挺大条的吧，今天在这个位置捕到的小剥皮鱼都很大条，特别是上一个网。又来一条香头啊，不过这条香头就小条一些了，估计也就2、3两吧。像这种2、3两的香头一斤也就20块钱左右，有时候20块钱多一点，价格还没有加鲫鱼好卖一些呢。今天也是上来了好几条这种斑马鱼了，刚解完一条，这边又来了一条这种斑马鱼，把它带回去吃吃看，看好不好吃吧，好吃的话下次就留起来吧。今天加鲫鱼数量还是比较多的，其他渔获数量就偏少了。香头的数量也不少啊，这一个网上来了好几条香头了，还有好几条泥猛。不过数量怎么都没有加鲫鱼多，也叫做红鲢鱼，学名2长鳍鲷，跟真鲷是比较像啊，但可惜没办法长像真鲷那么大条，但是肉质的话要比真鲷要嫩一些了。同等规格的话，我就觉得加鲫鱼比真鲷好吃，真鲷就1斤左右的规格比较好吃一些，太大也不好吃，太小也不好吃啊，除非是吃刺身，那就越大越好了。有个7、8斤收获了吧，目前的效率也算还行。再来一条泥猛鱼啊，又来了2条这种比较小规格的香头啊，好像这一个网这种小规格的香头数量比较多，大条一些的没有几条啊，都是差不多这么大而已，达到1斤以上的基本没有见到啊。先把这小半筐的货装起来吧，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，再继续拉下一个网吧。毕竟网才拉了差不多1/3左右而已啊，所以后面拉网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。这边倒是一条小剥皮鱼，还有一条小香头啊，今天也没有几条小剥皮鱼，估计上来的数量10只手指头都能数得清。香头都比较多，还上来了一个海星呢，好像这一个网的香头要比那个加鲫鱼还要多一些了，但是比较小规格，价格还没有加鲫鱼好卖。这边又有香头啊，不过毕竟是鲷科类的季节嘛，毕竟香头也是鲷科类，所以上来的数量比较多也是正常的。数量虽然有，但是不是一整群的来，解完一条又来一条的，你就不能像上一次外海那样子一整群的过来吗？一条一条的来什么意思？这一条香头看起来大条很多，应该要6、7两了，今天这么大条的香头就比较少，虽然来的香头还是比较多的吧，但是普遍都是3、4两到半斤左右而已，能达到半斤以上的也没有几条啊，就刚刚那一条差不多。不过确实今天的小剥皮鱼没有几条啊，加鲫鱼倒是来了挺多的，连香头都要比这个小剥皮鱼多呢。蓝色的观赏鱼来了一条啊，像这种蓝色的观赏鱼其实还挺漂亮的吧。
呀，这边石头蟹倒是来了一只啊，一直夹住网也不好取出来，直接就给它一锤子。火点鱼，今天倒是来了好几条火点鱼了，16枚也来了有个2、3条了吧。这一个网的效率明显就要比上一个网要好一些啊，但是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没有比较大条的鱼货上来，龙虾也是还没有遇到啊。又是一条黄鲫，今天的黄鲫都是这么大，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而已。这个海星就够大个啊，再大个我们也不要啊，都是解出来然后把它丢回海里面去的，因为也不值钱啊，想要把它晒干值个几块钱又太浪费功夫了。这边倒是来了几条泥猛鱼啊，今天来的泥猛鱼都是比较大条一些的。这个网的鱼货效率还可以啊，每拉一下都是有鱼货上来，虽然没有成群的鱼货啊，但是每拉一下都有鱼货就挺不错了，怎么都要比上一个网的效率好，就是没有上一次出海的效率那么高啊。毕竟上一次是在小岛的旁边放的渔网，而这一个位置离小岛的旁边远了去了，估计也要离个1、2海里吧，差不多。这里倒是来了2条小剥皮鱼啊，黄鲫也来了2条，香头来的就不止2条了。雕刻类的季节光来香头，什么黑雕、真雕的怎么没有见到啊？胡椒雕好像就真的没有见到哦。开海捕鱼到现在也没有捕到几条胡椒雕啊，小条的好像也就来个1、2条而已，那种4、5斤以上的就没有见到。真雕倒是拉上来不少啊，但都是那一种1斤出头到1斤多的那种真雕，没有特别大条的。黑雕也是来了几条而已哦，香头都比较多了，都是雕刻类啊，黄雕就肯定是没有的，毕竟这个位置比较远啊，而且海水的盐度比较大，所以黄雕是不喜欢在这种位置游动的。黄雕一般都是在近海那种盐淡水交汇处游动，所以外海基本上碰不到黄雕。香头虽然跟黄雕长得比较像啊，但是2种价格至少差了2、3倍，有个10斤出头的鱼货了，也是先把它们装起来，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吧。装了2袋了已经，2袋差不多也是有个20来斤的收获了，然后差不多还有一半的渔网吧，再收获个20来斤。那这个网就有个40来斤的收获了。黄鲫、香头、小剥皮鱼，这边还来了一条真鲷呢，这条真鲷就1斤左右了。才刚说今天没有捕到真鲷啊，这边就来一条真鲷，1斤出头吧，这条有的，看起来肥度就真心不错，肚子圆滚滚的呢。这个季节的雕刻类肚子里面还是比较容易有肥油的，跟养殖的雕刻类一样，肚子里有肥油都是挺好吃的，证明鱼够肥，肉就够香啊。像这一种真鲷就更适合拿来清蒸了，简单的清蒸一下就挺好吃。哟，这里又来了一条真鲷，也是这种1斤出头的规格。最近的真鲷都不是很大条啊，都是这种1斤左右到1斤多的规格啊，大也大不到哪里去。可能现在的水势还不够冷吧。哦，这里又来了一条这种规格的真鲷。真鲷的，这是要么就不来啊，要么就是连续的过来了。你看，刚解完一条，现在又来一条。这是遇到了这种真鲷的鱼群吗？应该是的。虽然它不是一整群的来啊，但是来的数量就比较多咯。连只来了4、5条这种规格的真鲷呢。除了清蒸，喜欢吃香一点的也可以拿来红烧啊，跟红烧鱼的做法一样。真鲷红烧其实也挺好吃，关键也是鱼够肥啊，不管你怎么做它都是挺好吃的，而且真鲷肉质相对紧实。这个网倒是有几条小剥皮鱼啊，数量要比上一个网要多一些。其实这个网的总体鱼货都要比上一个网要多吧，毕竟还有那么几条真鲷来呢，总体重量就不一样了。这才刚扩网，这边又是连续的不上鱼货，怎么回事？先把这些真鲷给装起来，拿去冰箱那边保鲜。然后现在就剩下最后的1/3的渔网了，看能不能来多一些大货吧。但是目前拉了一整片的渔网都不见渔货过来啊，
果然离小岛太远啊，资源真的不怎么样。这边刺豚鱼倒是来了一大个，不过要先给它放一下水才行啊，要不然直接鼓成一个球，根本就解不出渔网啊。浑身都是刺啊，想拿它根本就拿不了，是要给它放下水才行。这边再来一条真鲷，也都是这种1斤多的，哎，还活泼乱跳，应该也是刚连上没多久的啊，活力还挺好。感觉这样子拿来做刺身也挺不错的吧，也不用那么大条的。像这样规格刺身的话，2个人吃应该是差不多的，人多的话就要大条一些了，1斤多一些吧这条。今天这香头还是比较多的。平鲷啊，也叫做丝蜡。鱼鲷科类的季节到了，好像没有捕到白蜡鱼哦。白蜡鱼应该也是鲷科类，而且在这个位置的白蜡鱼应该也是不少的呀。可能也是水温还不够冷吧。水温不够冷，白蜡鱼还没出来游动。6枚这样子算大条了。再来一条真鲷，不过这条看起来就小条一些啊。而且明显这条连上时间比较长，已经是挂掉了。好像是后面的真鲷数量还要比加鲫鱼还要多啊，后面也没来什么加鲫鱼。不过加鲫鱼的旺季过去了啊，肥度明显还没有真鲷那么肥呢。一对比明显就没有真鲷肥呀。今天的黄鲫都不大条，你看都是这样的规格的，可能黄鲫的旺季还没到吧，所以上来都是这一种半斤到半斤多一些的，也大不到哪里去。但是数量是有一些啊，这里又是来一条黄鲫，就是肥度还不是那么高，不过拿来简单的蒸煮熟，应该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新鲜的海鲜也不用太多的繁琐步骤，才能保留原汁原味。当然喜欢吃香一点的，也可以拿来香煎或者红烧呢，口味都是因人而异的。做法也一样啊，做法也是因人而异的，喜欢什么口味就怎么做法。所以明明不喜欢吃太清淡的，也不可能叫你去清蒸嘛。这一个网应该也是接近尾声了，后面的这1/3的渔网明显效率就没有那么高啊。虽然有几条真鲷上来，但是数量不是很多，应该也就7、8斤的收获有的吧，达不到10斤以上。不过即使这样子，这个网加起来也是有个30、40斤的收获，也算是不错了。好的，然后这样子第2个网也是拉完了吧，然后把这些鱼货简单的冲洗一下，就拿去冰箱那边保鲜，然后就要准备过去拉今天的第3个网了。好吧，这边这个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了。我是拿的彪哥，还要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真实的外海捕鱼视频哦，谢谢大家。